朝早，超能力學院班學生又出動啦！昨天晚上回去過後，心情還是挺自責的，可能也害我的學員沒有拿到一個名額。雖然單元一靈感官能組贏唔到，但係單元二風水，聽講你哋組有個驚人喎。據我聽說啊，我應該是這些人裏頭唯一一個術數專業的了，而且這個風水也是我的專長。Hey bro，幾時變得咁串嘴啊？我覺得我只要平心靜氣，應該還是蠻不錯的。因為我係冇正式去接觸過傳統嘅風水，我學嘅風水係能量風水，亦都係做治療系嘅。在風水這塊的領域，對我來說還是比較陌生的。我哋呢組嘅風水嘅代表肯定係林鶴。我覺得是林鶴會上場的。今天我代表我們小組出戰啊，我勢在必得。勢在必得。你哋三個夾晒得啦，唔使理發命導師嘅。哇！今日能早去邊處上堂啊？好多人認為咧，地理環境學上面講嘅只係陽宅，即係我哋加高風水咧。其實呢樣嘢嘅話，陰墳嗰度先係最重要嘅。百善孝為先，只有先人富咗，後代先會富。所以先人嘅墳墓必須需要睇。呢度係成個墓園啦，咁啊學陰宅最好嘅地方啦。係咪先學咗呢個咧？就係咧睇呢個嘅東南西北坐向，揾一個好嘅墓園出嚟啦。冇錯冇錯。嗱，首先我哋可以睇到個指南針，佢入邊係寫住有東南西北嘅，係嘛？點解支針不停？我見到係咁喺度跳，係咁喺度跳咧。第一係有一個磁場嘅干擾喺入邊嘅。第二，即係我哋而家睇嘅陰墳有陰氣嘅存在。作為我哋風水師咧，我哋係會用一個軍用指南針量得更加去精準。我又唔識風水，咁我應該揀乜嘢方向啊？喺我哋嘅學派當中咧，其實我哋好似東邊啦、北邊啦呢啲屬於比較高嘅地方，係咁呢啲就已經係屬於靠山㗎啦。坐東向西最好，係或者坐北向南，呢啲係最好嘅喺我哋國內嚟嘅。學完方位啦，就要開始學氣啦，即係呢度嘅山脈點睇啦？先天地理環境，亦即係我哋所講嘅巒頭風水啦。佢當呢個風水佢嘅立氣係立得特別靚嘅情況之下，佢自然有天地自然嘅喺度庇佑。唔可以禿，唔可以奇形怪狀，就係一般認為嘅靚山脈。怡保出晒名山多有茂密，係咪代表呢度嘅氣特別好咧？咁而家就知道啦，後邊咧係有座山，咁啊呢座山咧係向東嘅。咁啊我哋嘅學派當中咧，西邊佢係要低。咁啊但係好可惜嘅一樣嘢係咩咧？佢有一座山仔喺度。其實呢座山仔就已經係影響咗佢後代嘅錢財啦、拗撬啦等等各方面啲嘢啦。那我們北方的這個地理地形呢，它是一個平原的地區，所以很少有這種山地。那來到馬來西亞呢，我就發現啊，好多山地，好多丘陵啊，這個東西呢是我所欠缺的經驗，所以我要跟法明老師學習這方面的知識。嚟到陰宅，法明導師梗係唔會教兩句就算，一早安排好個實習工作俾你哋啦。你哋試下用你哋嘅方法，揾下呢個墓嘅後人嘅財運如何？我哋咧係會有風水師、天眼師同埋道法師一齊去進行睇風水嘅。我係靠感應呢個人嘅氣場，同埋嗰個墳墓嘅氣場，佢會開始慢慢又浮現一啲畫面俾我。風水師佢的確係可以睇到地氣。更主要的呢，我就是拿四象的方法，就是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嘛，山長人丁水長財。而恆定呢個係唔係龍脈嘅時候，其實我哋係需要一個天眼師進行佢嘅配合同埋連接。這個也是我第一次在墓地去跟先人去做這種溝通。有幾個顏色嘅光咁樣嘅，之後入邊俾到我嗰個答案嘅。究竟即係賴氏後人呢個財運如何咧？展斌係有嘅，有嘅，即係有啲錢，喂幾有咧？可唔可以形容下？有一定的那個能力在的。
答完㗎啦，個答案都幾圓㗎噃。好，莉莉，黎生咧，佢就會有自己嘅生意，佢過得去，亦都係講可以養到佢啲仔女。好啦，林學。这边的位置是朱雀位，首先它有一个抬头，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藏风聚气的，但是它收气收的并不好，仅能说是稳定。青龙环抱啊，山长人丁，水长财嘛，肯定是能生孩子，子孙子嗣这方面会比较兴旺。有一个山，但是没有水，且非常稳定。发大财其實很困難。林學講到頭頭是道，究竟係咪啱嘅咧？好啦，賴生，你哋好有錢嘅屋企。唔係啦，過得去啦，即係我仔女啲屋企啦。咁啊，自己有冇生意啊？少少啦，少少生意，但係做得好唔好啊？可以維持咁樣啦，係咯。你有幾多兄弟姊妹啊？2個仔啊，4個女啊，過去身有2個啦。哦，咁即係8個嘅喎。8個啦。林學果然係資優生，連子孫興旺都答中埋。特別係阿林學表現得非常之出色。第二個單元咧係風水，所以亦係佢嘅專長。再加上前嗰日咧開通咗一個直覺眼，一個通靈能力，所以佢兩方面嘅配合之下咧，佢今日係表現得唔錯嘅。攞水啊！cầm tay。刚开始他都已经翻白眼了，都不行了。没关系，他这个不是中暑，他是邪气入体。喺怡保嘅街上，有好多呢啲年代久遠嘅荒廢屋，因為後生一輩搬走咗，所以好長時間都冇人住。道元老師就揀咗其中一間屋做實地風水教學。这个屋子呢，也是很长时间呢，有一定的这个年代了。上面这个榕树全部这个把它这占领了。因为人气不纯的话，它阴气就会滋生，所以看到这个地方的话，它整日不见的阳光，所以有阳气不能够入内。对，然后又没有人气去滋养的话，这个地方就当然会滋生这个阴气。这个屋子已经没气了，已经说没有人气了，所以它只有鬼气啊或者灵界的这种气息在这里了。我觉得这个房子都那么多人，没有那么多年没有人住了，然后肯定是有接近那些冤亲债主都住在里面，而且你看他们的那些树根啊，都爬在整个墙壁，真的是很严重，所以这边的阴气肯定是被那些東西都住喺裡面啦。咁咧，我呢度發現咗咧有個盜亡星啊！盜亡星喺我哋巫術嚟講咧，就係連結呢個惡魔同埋撒旦嘅一個符號嚟，加埋呢個環境嘅時候，就令到個能量更加強化咗吧。有没有闻到那种淡淡的香樟味？有一點。这就是瘴氣。就是瘴氣，你看起來好像沒有，其實實際上呢，我們離那個靈界是非常非常近的，也許它就在我們的眼前。只要你有祖師印，那麼他就知道我們是修行的人。這就是叫靈官印，也稱之為泰山印。然後的話，我們放在我們的這個肚臍眼以上的這個位置。那麼就會保護我們的元神啊！唔單止學員，道元老師都教埋幕後工作人員，但係好奇怪，有啲人點都做唔到。攞水，給我拿我嘅開個水啦。水邊個有水？有碗嗎？有碗。冇咁為主係。他這個不是中暑，他是邪氣入體。剛才那個客人他就有要嘗試，然後可能在裡面他試不到，他就做不到那個手訣，然後可能是有那些冤親債主，他就會看到這個就好像冇學過嘢咁樣，他就要去弄他這樣子。道元老師一直強調，學風水先要識自我保護，喺幫工作人員封身嘅同時，佢都教緊學員遇到危險時應該點樣處理。你喝點水，然後我在後面幫你封一下身。對，一定喝完啊。
喝完就好了。给我没关系，不要吐，不要，我给你分个身。就是把他邪气啊，一边拔一边念咒啊。你们去到阴气的地方呢，一定要告诉他，我们是修行的人，然后的话我们有祖师爷的，你们不能靠近我。如果假如你要去一些阴灵的地方的话，你要先做好这种准备。校長施浩為咗確保學員學到嘢，特登設立以下考核。觀眾們，不如考埋你哋。以下落嚟係快問快答。如果墓碑係裂嘅，咁證明咗乜嘢？后代会出问题，要么就是破财，要么就是身体出问题，主要看裂在哪里，是上面还是下面，是左边还是右边。如果個墳墓附近有好多雜草啊，咁又會點呢？就是自己的子孙後代，要麼就是雜事瑣事比較多，要麼就是他的前程會不穩定，影響發財。前面都係啱嘅，婚姻是感情，它會比較亂。墳墓上邊咧都會有寫上啲字嘅，應該用啲乜嘢顏色？紅色。它代表什麼寓意呢？不知道。紅色、金色是最好的，而且它們能量會比較大，就是帶給後代的東西會更多，也可以擋煞。四周圍啲墓係高過你嘅墓嘅話，咁你要點做？它的左邊比較高，家中的女丁可能就會受到一些傷害。那麼右邊高的話呢，可能就是家中的男丁啊，可能就會受到一些傷害。改善的方法就是把它砌得一樣高，或者比它高就搞掂啦。暫時3個當中咧，表現得最好嘅就係林學，佢嘅基礎功真係好紮實。好啦，咁啊馬上就進行一個考核啦。前邊有3張圖係3個陰宅嘅，如何睇出其中一個陰宅嘅後人係一個享譽國際、全球都認識嘅一個名人？古人相信身體髮膚受之父母，先人葬得好，子孫自然就有福佑。我見展斌咧就用靈擺咯。可能頭先佢睇陰墳嘅時候，可能佢連續錯幾次啊，佢冇信心啦，而家揾輔助啊。因為我就讓它垂直的搖擺，如果沒有的話，你就打橫的搖擺。只有 B 是打直的搖擺，所以我選擇答案是 B。呢啲都係用翻通靈，你睇到佢。佢用到個直覺。我嘅選擇係 B。當施浩去講出嗰個問題嗰陣，我突然之間就好強烈睇佢，因為佢出嚟嗰陣咧係好似嗰個靈感官嘅測試啦，揾翻同一個線嘅源頭。展斌同 Lily 都係揀 B， 唔知林學會揀邊個咧？因為始終係圖片啊，對於林學嚟講嘅話咧係有少少難度。風水師靠嘅係喺現場勘測、坐向、四周環境都好重要，但憑一張相會唔會難到林學呢？哪個墓地的後人他能享譽國際？那我選擇的是 B 背後有靠。那這個靠是什麼呢？可能就是靠山，因為它的這個墓地正對方向的左邊，它其實是一個樓梯，啊，那它這邊其實是下行的。那左為青龍，為男生，啊，那右為白虎，為女生。那這麼一看就很明確了，就是男生一定要比女生弱嘛。所以我覺得這個享譽國際的這個人呢，她肯定是一個女性，比如說一些娛樂行業呀，或者說是拋頭露面的呀，藝人或者歌手。不負眾望，答案就係 B， 而且真係一位女性藝人。答案絕對唔會係 A。第一點，佢日久冇修葺，再加上咧斜對面嗰度咧係有個電線桿嘅，呢個主人家其實係有病嘅，即係佢嘅後代都係有問題嘅。司徒後邊嘅靠山咧根本唔夠高，同埋佢有鬆疏。呢個墳墓佢係有錢，有少少名氣，但唔太大。單憑一張相就講中晒，林學抵你囂嘅。我應該是這些人裡頭唯一一個術數專業的了，我勢在必得。我試下個功俾你哋，睇下你哋可唔可以提升自己能力，好唔好啊？開頭接收嗰陣咧，佢仲有一個叫做精純嘅氣。
但係 Ivan 佢潛意識就想清自己身體，將呢股氣吸咗落自己身體之後咧，佢身上個靈喺度幫佢運啊，後邊出咗個狐狸出嚟㗎啦。其實佢自己唔想嘅，不過咧佢啲陰神咧就好中意吸啲陽氣，排毒不停咁排毒，個狐狸係3條尾嘅，本身3條尾都係黑色嘅。香風佢導師傳送嘅時候，幫佢清咗1條尾，不停喺度抗拒咯，因為我嘅下一位係菲菲啊嘛。其實我全身在顫抖，就是有一個氣啊，就亂竄到我的身上，很濁的那種，像是我們去一些陰宅的那種。你會感受到那種悶感，感覺後面已經要暈過去、暈倒，再撐下去，我應該是人倒下去的。所以就喺呢個過程之中咧，就不經意咁樣將我哋啲氣全部扯咗過去啦。師傅，佢應該頂唔住，你不要用力嘛。菲菲啊，不行。他的氣真的是，其實黑啊，好黑啊！完全冇諗到有冇咁樣嘅突發嘅情況。啱先個狀況其實好危險噶啦。我話點解叫你肥仔咧？因為你係俾呢種陰氣啊，係不斷去用住你嘅身體去吸收嗰樣嘅嘢。佢成日都覺得呢種能量係咪俾咗我通靈啊，或者俾咗我人生嘅任務啊？我話呢啲都係心魔嚟㗎。我想將佢呢個心魔排開，歸到一個正常嘅狀態。沒有想到對別人的傷害是這麼大。就覺得好無奈哦，很想去除，但不知道該怎麼去除掉。或者呢啲就係天命，遇到風水導師重啟人生。風水師傅同埋佢3位學員咧，就要嚟到 Seven 呢間屋入邊咧，睇下你嘅風水喎。你覺得你自己間屋嘅風水有冇啲咩特別嘅問題咧？目前為止最大問題就係唔聚財啊，唔聚財啊，周身都唔聚財，係即係都係守唔到財啦。驟眼睇 Seven 屋企已經滿佈佛像，咁嘅格局理應風水好好先係㗎。風水導師係時候拎住個羅庚出動啦。我咧就嚟大馬嚟得突然咗啲啦，就冇帶到羅庚嘅。不過咧，我哋民間有好多法門嘅，攞一支針，攞個碗，我哋試下通過一支針嚟睇呢個風水啦。風水嗰句名言係咩話？啊，天地萬物皆為我所用。一根針放在水裡面浮上來，還是沉下去？沉下去。啊，你們都有讀過小學，看來。啊，你們試下咧？你諗住你試下針啊，然後舌頭擦。我沒練這個啦。哦，謝謝啦。試下。可以的。唔得喎。估了一下。但係我就有方法，令到個針咧係浮喺呢個水上面嘅。我喺呢度咧已經準備咗一張符噶啦。阿七師兄啊，可唔可以俾支香俾我？阿小文幫我點咗支香啊，一支就得。一支得啦。嗯。對着這個碗順時針呢轉3個圈，針定乾坤，水影八方。針定乾坤，水影八方。昨天教過大家寫個雷字。咁樣肯定浮起身啦，係咪？將呢張紙吉落去咧，哇！轉3個圈。我哋觀察呢支針最後個箭嘴指住喺邊度，就代表邊度出咗問題。師傅啊，依家停咗咯喎，好似。向住嗰邊。嗰邊。好，我們過去那裡看一下。睇翻個指向咧，就指咗喺呢個地方啦。係啊。阿七嘅成間屋裏邊咧，只有呢一個地方咧係全部都係獎杯嚟㗎，咁全部都係水晶。水晶嘅呢個能量咧係好大㗎，同埋咧會放射性好高咯。放射得越大嘅能量，佢冇辦法聚嘅時候咧，就容易導致佢散財啦。因為藏風
聚氣，係呢個氣係散嘅，所以導致佢話周身唔聚財，呢個都係好重要嘅一個原因嚟嘅。記唔記得風水導師喺開始教風水之前，先教咗一首詩啊？藏風聚氣守中堂，兩門相沖財難藏。原來呢首詩就係蘊藏咗 Seven 屋企嘅風水問題。一齊嚟睇下3位學員學到幾多嘢嚟。答得準確咧，我會俾出呢個 yes 嘅手勢；答錯咗，我俾 no 嘅手勢。3、2、1，開始。呢一個門口對面嘅門口，同埋對住呢個窗。這個地方是兩門相沖，財難藏這一。導師教嗰個兩門相沖財難藏。呢個門同呢個門，這個位置是正確。Yes， 來。這邊。確定這個是吧？對。對了。這個靠樓梯。OK， 這個位置是沒有的，錯。好，這邊很凌亂，也是錯。口訣，這邊嗎？錯的。你完全沒有從口訣出發。唔知係咪一朝早嘅過功打沉咗 Ives， 令到佢喺呢個環節表現唔多理想呢？再來是這邊博覽口。OK， 這個地方是正確。這裡。這裡是什麼？凌亂。這裡也不算，因為是廚房，這裡錯誤。器材。太雜亂了，是不是？對，這個是正確的。這裡。對廁所。對的。雖然過功之後，菲菲唔係好舒服，但係作為超組最強戰力，實力始終都有翻咁上下嘅。因為而家喺廳嘅中間啦，咁我好似對得上導師教嗰句藏風聚氣守中堂。係，你係揾出9個有問題嘅地方。唔好意思，你好似調轉咗。唔好意思，連條題目都未搞清楚，小文瞓醒未啊？背空無依人散亂，即係你覺得喺呢個位置係答案係咁嘅。好，依家你估咗2個位咋 ？OK。呢度有問題。門對窗。呢度係冇乜時間。對住咗有問題嘅。係，確定係咪？係。啱嘅。3秒、2秒、1秒。好，完咯。雖然小文不斷背詩，嘥咗啲時間，但係好彩，最後都啱咗3題。我細個時間都好中意四圍去算命嘅，去到個老師嗰度啦。當時係冇電腦起盤啊，咁老師起盤起，慢慢計，慢慢寫。今時今日有一啲數據嘅幫忙，電腦嘅幫忙，將個生日輸入去。咁無論你係要八字啦、紫微斗數啦，或者其他唔同嘅盤啦，都可以好快幫你。咁喺時間上，你已經係好咗好多。同埋最好咧就係有識術數嘅人，慢慢訓練。經過一段長時間咧，我絕對相信咧呢個計算會精準咗好多。想睇更多超能力學院嘅絕密內容，即刻掃 QR code 登入。下集學員將會面臨從未見過嘅恐怖考核。好恐怖啊！單元2風水終極題目。請喺你哋即將到訪嘅3個選址之中，揀出邊個發生過重大事故。尋針不入。當佢跌咗落地下嘅一刻咧，代表咗受到咗攻擊。佢而家應該表達唔出咩嘢嘅，因為第一次上堂。究竟邊組可以奪得決賽第2個席位呢？